饭8分饱是错的，医生告诫，50岁之后吃饭一定注意这3点。宋大妈今年56岁，退休后一直很注重养生，听人说吃饭8分饱才健康。她每天吃的少，控制的非常严格，连家里的孩子都说她吃的太清淡。她自己也挺满意，觉得少吃能减轻身体负担。可这半年，宋大妈发现身体开始出问题了，腿脚越来越没劲，站久了膝盖发酸，晚上睡觉也总是睡不踏实，早晨起来脸色发黄，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神。有一次去跳广场舞，朋友们都跳得起劲，宋大妈却跳了几分钟就累得坐下了。旁边的大姐开玩笑说，宋大妈，你是不是饿着肚子来的？宋大妈叹了口气，心里直犯嘀咕，我吃的少不是为了健康吗？怎么反而越来越虚了呢？这是不是也让你想到了自己或者身边的人？到了50岁，身体的需求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光靠少吃真的够吗？50岁之后，吃饭到底该怎么吃，才能真正吃出健康呢？为什么8分饱不再适用？过了50岁，身体真的和年轻时不一样了。以前一顿饭吃到8分饱，感觉肚子刚刚好，既不撑也不饿，还觉得自己特别懂养生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年纪大了之后，饭量虽然变小了，身体却总是疲惫不堪，走几步就喘，甚至脸色发黄，感觉力气越来越小，很多人一脸茫然。我都这么注意饮食了，怎么身体反而更虚了？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，50岁以后，身体的需求和你以前的习惯对不上了。曾经8分饱确实是一个好习惯，能防止吃太多导致消化不良或肥胖。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身体的机能在悄悄变化，少吃这个原则很可能让你缺乏关键的营养，结果反而适得其反。人到中年，基础代谢率会明显下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年轻时你吃1碗饭，身体就能把它转化成能量，帮你燃烧、储存或者修复细胞。可过了50岁，身体的燃烧力开始下降，再加上年纪越大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变弱，消化吸收能力跟着减退，身体需要的营养更难被充分吸收。更麻烦的是，8分饱会让你吃得更单一，食物量一减少，很多人干脆只吃点米饭、青菜，甚至连肉都懒得碰，怕吃多了长胖。这种简单粗暴的饮食，虽然让你感觉吃少点很健康，但实际上营养结构早就不平衡了。蛋白质摄入不足，肌肉会流失得更快，整个人看起来无精打采。钙和维生素 D 补充不够，骨头也变得脆弱，摔一跤可能就是大麻烦。所以50岁之后，别再死磕8分饱了。吃得少，但营养不足，对身体就是一种慢性消耗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健康，关键是吃对，而不是吃少。50岁之后，身体最需要的关键营养是什么？50岁以后，吃饭不只是为了解决肚子饿，更重要的是给身体加油，补充那些真正能让你保持活力、延缓衰老的关键营养。蛋白质是最不能少的营养，很多人年纪越大，走路的速度变慢，身体变得无力，甚至一摔跤就骨折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肌肉流失严重。而肌肉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，如果你不吃够蛋白质，肌肉流失会越来越快，人也会看起来软绵绵的，走2步就累。钙和维生素 D 也是50岁之后的必需品。大家都知道，骨骼老化是中老年人最大的问题之一，尤其是女性，绝经后骨量流失更快，稍微不注意就可能骨质疏松。补钙是必须的，但光补钙还不够，维生素 D 的作用是帮助身体把钙更好的吸收。健康脂肪是很多人忽略的营养，50岁之后，大家一提到脂肪就怕长胖，怕三高。但其实，健康的脂肪是身体必须的，特别是对大脑和心血管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也非常关键，这个年龄段的人消化吸收功能减弱，很多时候吃进去的营养并没有完全被利用。维生素 A、C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，可以帮助抵抗衰老，保护皮肤和视力。铁和锌能增强免疫力，防止身体过于疲劳。适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就要少吃主食，结果导致能量跟不上，走几步路就累。不过碳水的选择很重要，最好少吃精白米面，多吃点粗粮，比如燕麦、红薯、玉米，既能提供能量，
又能帮助控制血糖，营养价值更高。50岁之后，吃饭这件事要从吃饱转向吃好，关注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。这个年纪的你，只有吃对了，才能让身体保持活力，真正健康的享受生活。3、50岁之后吃饭的3大关键点。50岁之后，吃饭这件事可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随随便便了。到了这个年龄段，身体的机能开始走下坡路，消化吸收的效率变差，对营养的需求却比之前更高。医生总结了3个关键点，专门给50岁之后的人群，让你吃得更科学，活力满满。1、健康少吃。很多人对少吃过于执着，认为吃得少就是健康，反而忽略了营养的质量。年纪大了，胃口变小是正常的，但如果食量减少，营养密度必须提升，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。简单来说，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要有价值。2、注意蛋白质的摄入。人到50岁，身体最大的敌人是肌肉流失。很多人会发现，年纪越大，力气越小，腰背也容易驼，甚至久坐久站都会感觉酸痛。这其实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很大关系。肌肉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，摄入不足，肌肉自然流失得更快，基础代谢率也会下降，整个人看起来没精打采。医生建议，每餐都要保证有高蛋白食物，比如鸡蛋、豆腐、鱼虾、瘦肉等。每天的蛋白质总量最好达到每公斤体重1克左右。3、不要暴饮暴食。50岁之后，肠胃功能开始减弱，消化系统不像年轻时那样坚强。暴饮暴食容易让胃肠负担过重，而长时间不吃饭又容易引起胃酸分泌过多，伤害胃黏膜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少量多餐，每天可以分成3大餐和2小餐来吃，每顿饭的量减少一些，但营养要跟上。这个年龄段的人，身体需要精心呵护，吃得少没关系，但一定要吃对，吃得有营养。遵循这3个关键点，不仅可以避免营养不足带来的健康问题，还能让身体更有活力，生活质量大大提升。4、调整饮食后的生活改变。很多人到了50岁，总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走2步就累，吃饭没胃口，睡觉还总是浅，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老下去。其实，身体的衰退不只是因为年龄，更多是因为饮食习惯出了问题。调整饮食的第1大改变，就是你会发现自己更有力气了。调整饮食时，增加蛋白质的摄入，每顿饭里多吃些鱼、蛋、豆腐、鸡胸肉这些高蛋白食物，肌肉会慢慢恢复，你会感觉走路轻松多了，爬楼梯不再喘得厉害，甚至连以前总觉得虚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。第2个明显的改变就是骨头更强健，身体更稳当。50岁之后，骨密度逐渐下降，骨头变得脆弱，但只要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， 骨骼的强度就能逐渐提升。喝牛奶、吃小鱼干、晒晒太阳，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习惯，能让你的骨骼变得更结实。第3，调整饮食后，胃口变好了，肠胃也更舒服了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减退是很多人的烦恼。吃一点油腻的东西就觉得胀气，甚至便秘也成了家常便饭。通过少量多餐、膳食纤维的合理补充，肠胃的压力会大大减轻。改变饮食后的第4个好处就是睡眠变好了，身体更轻松。很多中老年人晚上总是睡不踏实，容易惊醒，半夜起来几次，白天精神萎靡，整个人都提不起劲。饮食调整后，身体摄入的关键营养得到补充，钙、镁、维生素 B 等营养物质都能起到放松神经、稳定情绪的作用。50岁之后，吃得对，比什么保健品都管用。一碗营养均衡的饭菜，能让你找回年轻时的活力。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，能让你远离疾病的困扰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调整饮食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健康其实离你并不远，甚至触手可及。结语：吃饭8分饱曾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身体机能的改变，这条原则并非适用于所有阶段的人群。50岁之后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减缓，肌肉流失，骨骼脆弱，免疫力下降成为常见问题。如果依然盲目追求少吃，不仅无法养生，反而可能加速健康的衰退。健康的关键不在于吃得少，而在于吃得对。50岁之后的饮食
需要更多优质蛋白质来抵抗肌肉流失，钙和维生素 D 帮助骨骼强健。健康脂肪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均衡摄入，更能守护肠胃、血管与免疫系统的健康。科学的饮食不只是简单的8分饱，而是根据身体需求调整食物的种类和营养结构，让每一口都有价值。调整饮食后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走路不累了，骨骼更结实了，胃口更好了，连睡眠质量也大大提升。健康的生活从1日3餐开始，50岁之后，真正的养生不是盲从传统，而是懂得聆听身体的声音，满足它的需求。